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扎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玫瑰柠檬塔。这个月呢是小当家的生日，去年呢我帮他做一个他很喜欢的黑森林蛋糕。那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很喜欢吃的甜点是柠檬塔，所以今年呢我想做一个不同版本的柠檬塔给他。那这支影片呢主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把原本流流的柠檬馅，然后做成可以挤化这个硬度，以及不同手法挤出来那个玫瑰花的形状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的这个柠檬塔很简单，只有2样东西，就是塔皮跟内馅。然后塔皮的部分呢，也是比较简单的做法，就是奶油打软加蛋液这些。那我的塔皮配方呢，有加入这个杏仁粉，加入杏仁粉的塔皮呢，吃起来特别的香，而且这个配方呢，即使放了2-3天啊，吃起来都还是酥脆的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把奶油打软，打软的奶油中加入砂糖，打发。分次加入常温蛋液，那接下来呢有2种粉嘛，杏仁粉跟低筋面粉，永远呢先加杏仁粉，因为低筋面粉里面有面筋，加进去之后搅拌过度的话，就会让你的塔皮呢吃起来没那么酥脆有韧性。所以呢，我们先加杏仁粉。那杏仁粉加进去的时候呢，它也会帮助吸收那个多余的蛋液，那你的面糊呢就看起来很光滑。最后加入我们的低筋面粉，如果你手边刚好没有低筋面粉，用中筋面粉可以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注意不要过度的搅拌，只要拌到呢看不到多余的粉类就可以了，然后速度慢一点，不然很容易会溅出来。剩下呢，我用刮刀把它拌匀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做小塔，然后我们这个分量呢是足够做4个小塔。那拌到这样差不多，看都已经没有面粉了吼，这样子，那我就可以呢把它放在保鲜膜上面。那用手推一推啊，就是让整个塔的那个材料混合的变得比较均匀，也会呢比较好擀开。然后这个塔皮的厚度呢0.3左右，这个面皮呢是需要松弛的，至少要30分钟，最好呢能够隔夜。隔夜的塔皮呢永远是最好擀的。然后如果你改时间希望当天完成的话，那你就给它个30分钟。然后我今天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怎么样让你做小塔的时候那个塔看起来更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先冷藏。来到这一次柠檬塔的关键，柠檬馅。那柠檬馅的话呢，一般的话是流流的嘛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可以挤花的，所以会有一点点配方的不太一样，会用到呢，比较多的玉米粉。那玉米粉的话，还有凝固的作用，然后吃起来呢又不会有面粉那种沉重感，所以玉米粉。然后奶油的部分呢也会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大概是平常柠檬馅的可能2倍左右。但是呢，我今天这个配方有调整过很多次，吃起来是很清爽的。再来呢，我会加入了吉丁片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可以用吉丁粉等量替代。那吉丁片的话呢，待会我们要先泡冰水，至少10分钟，让它吸收足够的水分之后，才能正常运作。其他的话呢，就是柠檬馅的基本，就是有蛋液啊，
柠檬皮跟柠檬汁，还有就是砂糖。欢迎来到本次的怪奇事件展。我的各种翻车是为了你的成功铺路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也是实验过，就是不同的柠檬馅的配方，然后还有吃起来的不同口感，要找到一个最佳的配方。那先跟大家讲，因为这个柠檬塔在我的冰箱已经超过了大概1-2个礼拜，所以看起来呢，就是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是正常的哈。因为我为了留下来让跟你们说嘛。那我第一个尝试呢，就是它可以看到呢，看起来玫瑰的线条没有那么立体，比较塌，因为它算是比较传统的柠檬馅的做法，就积起来会比较流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再继续实验一下。然后第一个的塔皮看到它就有点凹陷，因为它的温度呢有点太高了，所以待会呢会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塔皮不垫重实，但也不会凹，就让它很平整的一个做法。然后我第二个尝试，我就想说，那既然呢要让它很立体的话，就要找到一些材料，就是冷却的时候会凝固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大部分的砂糖换成白巧克力。我想说白巧克力呢也是有它的甜度嘛，然后冷却的时候会凝固，然后奶油部分呢也算是蛮多的，就我觉得哇，挤起来的确很漂亮，有没有立体感很够，但是呢吃起来会觉得好像浓浓的一层油脂在你的就是舌尖，然后吃不出来那个柠檬清爽的酸味。所以我觉得说它外观呢蛮漂亮，可是口感呢就很普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。所以第三个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线条很漂亮，然后一切都很好。那我就是还是把它换成我们今天这个配方，就大部分是以砂糖为主，但是我加入了鸡丁还有玉米粉。然后玉米粉的分量其实我也实验过蛮多次，因为加太多的话呢，就是口感也是不容易在嘴巴化开；那加太少的话呢，你就很难凝固。那所以呢，就是今天我的这个尝试最后这个理想的做法，我们要柠檬皮嘛，柠檬皮是它柠檬精油，记得先削皮才能挤汁，因为挤汁之后柠檬就看起来很烂，没办法削皮，所以记得先削皮哦。2颗都要。如果你买到是绿色的柠檬，其实也 OK 哈。然后用莱姆的话，我也做过，其实我觉得做起来的那个酸度是差不多的。那你可能觉得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多柠檬皮？因为柠檬的精油它都在它的皮里面。然后待会其实我们的砂糖分量，也不少啦，所以2个是综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一般人吃柠檬塔都喜欢酸酸甜甜嘛，这个配方是有它的酸度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家里人很怕吃酸的话，你的柠檬汁就少加一点点。而且待会我们会过滤，所以我们会把柠檬皮过滤掉，因为这样口感才吃起来比较滑顺。然后你可以用手或者是叉子把它呢拌一拌，然后糖会吸水嘛，它会去跟柠檬的那个味道混合在一起。拌到呢，就是你的糖啊看起来是淡淡的淡黄色，让它放个5分钟、10分钟。然后我们先做其他的事情，来挤柠檬汁。锻炼背力的手来了。全蛋打散，加入柠檬砂糖、玉米粉，搅散。柠檬汁呢，我微波大概40-50秒，让它热热的感觉，我们要来冲入这个液体，然后待会呢，我们的柠檬馅会比较快凝固。那我就一边冲一边搅。大概中火就可以了。刚刚看到那个一坨一坨的玉米粉啊，会慢慢的消失。煮柠檬馅啊，其实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原本上面有一些泡沫，然后煮到后来会像现在这样，泡沫就不见，然后开始变浓稠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快要好了。然后我们速度啊稍微快一点点，整个过程大概5分钟吧。然后火呢，如果你担心太大的话，可以转成小火。一开始我们用中火，
然后你在煮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担心说啊，会不会看到一些蛋白怎么办？是不是被煮熟的？不要担心，待会呢我们要过筛，所以如果你在煮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些蛋白可能会被煮熟的话，是正常的。煮到什么样的过程是好的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拿一个这个刮刀，这样用手可以干净的这样划一刀，这样子不会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好了。不要忘记刚刚我们泡水那个鸡丁片，把它从冰水里面取出来，拧干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加在我们的柠檬馅。鸡丁片呢，大概60度就一定会融化了，所以我们的馅料温度绝对够。整体融化在我们的馅料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过筛了。那这个柠檬馅呢，做完现在还热热的。那待会因为我们要跟奶油拌在一起，那奶油的熔点啊，大概30几度嘛，所以我们一定这个柠檬馅呢，一定要放到30度以下，大概28度、27度。那你就是摸起来不要有烫烫的感觉，然后是冷冷的。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冰箱，冰了呢，1个多小时，你就可以来打开了。如果现在你在的地方呢，温度已经很高的话，家里啊就开个冷气，因为塔皮的话呢，就是不要让它融化，这样吃起来才是酥脆的。把它擀一擀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的塔圈大小8公分，就找一个略大于它的，像这个16寸的膜12公分，好，因为这当它的高度。然后今天的分量会差不多刚刚好，因为我们讨厌剩下来那个零零角角的塔皮，所以不知道干嘛。所以呢，我不会做太多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裁的这差不多刚刚好，你就呢把它直接塔皮放下去，然后把它压到底吼，尤其是边边角角，会希望做出那个很漂亮的直角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就塑形的时候，稍微认真捏一下，可以稍微看到一下后面，这边还有空格，所以这边我再压一下，往下压。如果你在整形塔的时候觉得有点黏的时候，底部呢撒一点面粉，因为这样子呢塔皮才不会，你看才不会粘黏。我先把它冰硬之后，再来把它做最后的塑形。这样的好处就是切出来那个塔皮会很利落，然后看起来那个线条比较漂亮。小塔皮技巧，这是我最近呢看一个日本的甜点师傅他特别写出来的，我觉得也蛮好用的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。就是一开始在塑形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塔皮软软的嘛，所以我们先不去塑形它，等到现在变硬了，你看这个奶油都已经变硬了，我们再用刀子来塑形它，它就会变得很锐利。看冰硬了之后也很轻易的可以拿起来。然后就小心用刀子这样子斜斜的切，然后切出来的塔皮就让它自然落在桌上。还有一个小技巧给大家看，待会避免它粘在那个塔膜上不好脱模，所以我会用这个大拇指这样边边这样稍微让它画干净一点。其实塔皮的小技巧很多啦，其实也不是说只有一种可以，那我就是想说介绍各种不同的小技巧，然后你可以就自己喜欢的方式，那都可以试试看，然后你可以看看手上有怎么样的塔模，然后怎么样的方式是对你觉得最方便，然后做起来了你觉得你最满意的，这样就会很整齐漂亮。移到烤盘上。然后我们今天没有用重石，用低温160度来烤，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把它底部戳洞。
看用低温的方式烤呢，塔皮不回缩，然后呢不需要压重时，它也不会隆起。然后要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我是160度烤了18分钟左右。那你在判断的时候，就是它底部要上色，要有这样金黄色的感觉，这样子。然后等它放凉之后，我们再来脱模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准备内馅了。那我们刚刚放在冰箱这个柠檬馅啊，它的温度已经降到就是20几度了，大概10几度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可以开始跟奶油拌在一起。先把奶油打软。那我们这个玫瑰柠檬塔的馅料啊，其实这样就完成了。如果你希望你的那个光泽啊再更上一层楼的话，最后均质一下。但家里如果没有均质剂的话，没关系，也可以省略，一样也可以挤出很漂亮的玫瑰花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把它换到比较深的容器，因为这样均质起来会比较方便。因为我们今天里面有水分嘛，然后有油脂，那均质呢就是把它们彻底的乳化，然后待会可以让大家比较一下，就均质前跟均质后。好，这个是均质前，然后待会给大家看均质后。就这里目前现在看这边有点花花的，但均质完之后就会变得很光亮。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光泽度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有均质，我觉得有差啦。馅料呢，至少冰1个小时，让它完全冷却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玫瑰花嘴。一般呢，网络上最常看到挤玫瑰花嘴是这个 EM， 但是呢，我这一次有发现，我觉得2D 这个花嘴挤出来的玫瑰花呢，比较是我喜欢的造型。那待会我会比较给大家看，那大家自己可能做选择。柠檬馅从冰箱取出之后，稍微拌一下，拌到它呢看起来是滑顺的。那我先跟大家比较一下不同的挤法。最常见的挤法呢，就是这种，然后挤的时候啊，垂直90度，然后让线条很完整出来。停住的时候手不要再挤，然后收线。然后第二种挤法。第二个挤法就是第一圈只是垫底，稍微用刮刀把它搓平，所以这一层挤得稠稠没差。接着再正式接我们的玫瑰花。哒哒，给大家看一下这2个挤法的差别。你看，同一种花嘴，同一个馅料，可是呢，如果没有加其中一层的话，那个玫瑰花的花心有没有？它就会陷下去，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立体。那相对来说，我多挤了1层，那玫瑰花呢，整个就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所以呢，当然是选第2种挤法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花嘴，就是我说一开始比较常用来挤玫瑰的 EM 的花嘴挤出来的那个花型。EM 的呢，挤出来就比较包覆一点点，然后2D 呢就比较展开，那种玫瑰花含苞待放感觉。那我自己比较之后，我自己是喜欢2D，所以我选择2D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喜欢 EM 的话也 OK。然后甚至呢，这个馅料你觉得说我都不想挤花，我想抹平的，一样也很好吃，所以都可以。实际来挤花喽，挤得不好看没关系，馅料呢可以挖出来重挤，
然后可以挤到你满意为止。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，吃起来酸酸甜甜，口感滑顺，柠檬香气十足，配上呢很酥脆的塔皮，玫瑰柠檬塔完成。每次挤完呢，我都会忍不住欣赏一下，好美哦！小小一颗塔，1人份完食刚刚好。冷藏之后啊，它那个玫瑰的形状会定型，不会轻易的走钟，所以呢，你要做完来送礼也很方便。以上就是在社群很红的玫瑰柠檬塔分享，爱吃柠檬塔的话推荐给你。今天的影片呢也是干货满满，喜欢的话记得帮这支影片按赞加留言哦。哦，对了，甜点呢我要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我计划做4种咸食，英式马芬、番茄咸派等等等等，先跟你预告一下，敬请期待咯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了，ciao。